中国7月份的外贸数据出来之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标题就是出口又超预期。7月份，中国出口按照美元口径同比增长了23.9%，进口增长了27.5%，贸易顺差呢是1125亿美元。如果我们光看这3组数字，你会觉得中国出口机器还在高速运转。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我们出口增长了多少，而是中国现在靠什么东西从世界赚钱。因为今年的前7个月呀，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40.7%，半导体出口金额呢接近了翻倍，汽车出口也在高速的增长。而与此同时，玩具、陶瓷等这些传统出口品却在下滑，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反差。为什么大家还在讨论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而中国的出口总额仍然很强？为什么一些传统产品在掉队，而芯片、汽车、AI 相关的硬件却在往上走？我的判断是，中国出口不是简单的强或者弱了，而是正在换主角。过去那些依靠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的那一层制造业正在承压，但是技术更加密集、资本更加密集、供应链更加复杂的一层制造正在接过接力棒。那所以今天我们不讨论出口数据到底好不好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中国制造到底是在离开中国，还是正在升级？宏观数据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平均数特别容易掩盖分化。假设一个经济里面呢，传统制造出口下降了20%，高技术出口增长了50%，最后加总之后呢，出口仍然是增长的。如果你只看总数，会觉得所有的行业都很好。但如果你是玩具厂的老板和你是芯片设备公司的老板，你经历的是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国7月份的出口就是这样，一边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仍然非常的强劲，半导体、电子零件、高技术产品的需求旺盛；另外一边呢是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的海外需求放缓、订单转移和成本竞争。所以宏观上出口很强，不等于微观上所有的出口企业都很好过。那为什么出口数据很好，但是国内一些企业和就业的体感不热呢？因为增长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我们以前讲 AI， 第一反应就是美国的那些科技公司，像什么英伟达呀、微软呀、Meta 呀。但是 AI 呢是一条非常长的物理产业链，一台 AI 服务器不只只有 GPU， 它还需要存储、光通信、散热、冷却系统和大量的电力设备等等。当美国和全球的科技巨头把几千亿美元的资本开支砸进数据中心，那么这些钱呢不会只停留在美国，它会沿着全球的供应链流到韩国、日本、中国和东南亚。而中国呢，恰好在电子制造、光通信、电源、设备、零部件和部分半导体的环节拥有非常深的产业链，所以呢，全球的 AI 资本开支事实上就变成了一种新的外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半导体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这么强。但是这里呢，我们也要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脚：金额增长不等于数量增长。7月份的数据拆开来看，集成电路出口金额大幅上升，其中呢价格上涨的因素贡献很大。存储芯片今年呢本来就在涨价，所以出口金额翻倍不代表物理数量也在翻倍，价格周期和市场份额增长是2种完全不同的逻辑。价格涨得很快，企业的利润报表会很漂亮，但是价格周期呢，终有一天会回落。如果数量和全球份额也在长期提高，那么才会更接近结构性的升级。第二条很明显的主线是汽车。中国汽车出口这些年增长很快，很多人呢把它理解成是国内价格战太激烈、太卷了，所以呢车企把多余的产能卖到了海外。这当然也是一部分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不止如此。汽车是一个特别适合观察产业能力的行业，因为一辆车的背后不只是一家工厂，而是一整套电池、电机、电控、零部件、模具、设备、软件、物流和供应链的管理体系。当中国的车企开始在泰国、匈牙利、巴西、墨西哥或者其他国家建设工厂的时候，它输出的可不只是整车，而是一整套的产业链。这和20年前中国给海外品牌做代工就完全不同了。过去呢是别人有品牌、有技术、有渠道，中国负责生产，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是自带品牌、带供应商、带技术、带资本走出去。所以呢，汽车增长背后真正值得我们观察的是中国制造从产品出海进入了产业链出海。但是产业升级为什么反而会制造更多的摩擦呢？问题也出现在这里。当中国出口的是玩具、鞋子和廉价日用品的时候，发达国家的感受可能是我买到了便宜的商品。但是当中国开始出口汽车、光伏、机器人、半导体设备和 AI 硬件的时候，竞争就进入到了对方的核心产业。那这个时候贸易摩擦几乎一定会增加，因为汽车关系到就业，半导体关系到国家的安全，能源关系到产业的政策。你越是往高端制造走，面对的就越不是单纯的市场竞争了，而是关税、本地化要求、技术限制、国家安全的审查和产业补贴的竞争。所以中国制造的下一个阶段难度其实比过去更大。过去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把东西做得又好又便宜，未来的问题将要是即使你做的又好又便宜，别人愿不愿意让你去卖。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在海外建厂了。他们不是单纯的把出口换成海外生产，而是在重新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让自己从一个外来的竞争者变成当地就业、税收和供应链的一部分。那我们再来看出口的另外一面啊，今年的前7个月啊，一些传统品类表现呢明显是弱于高技术产品的，玩具和陶瓷出口下降，说明中国制造升级呢不是一场所有人的集体胜利，而是一场产业的重新分配。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最容易发生迁徙，因为这些产业对于工资、土地和环保成本啊非常的敏感。越南、孟加拉、印度、柬埔寨等国家，只要成本更低，就有机会拿走一部分订单。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制造业，更像是一个人在职业升级了，那他低技能的工作慢慢的减少，高技能的工作慢慢的增加。但是问题是，被淘汰的那些工厂和工人，那不会自动的无缝转移到芯片、机器人和高端设备的行业。这就是产业升级最容易被忽略的社会成本。宏观上，生产效率提高了，出口结构更高级了，但是微观上，一部分地区和就业岗位会经历很痛苦的调整。还有一个经常让大家感到困惑的问题，既然出口这么强了，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内需体感还是偏弱？那我的答案是，出口和内需不是一个发动机。一家企业可以在海外的订单表现很好，但是国内的消费者呢，可能仍然会非常谨慎的买房、消费和买车。尤其是当出口增长集中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的时候，那么它带来的就业乘数可能不像过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那么高。所以呢，贸易顺差很大，高技术出口很强，但是房地产、消费和民间投资仍然承压。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出现的更明显的 K 线分化。一边呢是高技术制造、全球供应链、AI 资本开支相关的行业表现非常强，另外一边呢是地产、传统的消费和部分低端制造业表现得很弱。我们理解这个分化，是理解今天中国经济的关键。那么落实到普通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上啊，我觉得有4个指标是值得长期跟踪的。第一个就是海外收入的占比，一家公司如果能够持续的把收入从国内市场扩展到全球市场，那么理论上它的市场空间就会更大。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毛利率。出海如果只是靠降价，那么销量越大未必越赚钱。但是如果海外收入增加，同时呢毛利率是稳定的，说明它可能有真正的产品力。第三个，我们要看区域分散度。过度依赖美国或者欧洲的一个市场，那么政策风险会很高。如果东南亚、中东、拉美、欧洲这个企业在多点布局，那么它的抗冲击能力会更强。第四呢，我们要看海外本地化的能力。未来的出口型公司啊，真正的护城河不只是从中国发货，而是能不能在当地建厂、建渠道、建供应链，处理合规的问题。所以关于中国的出口数据呢，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是一张产业地图来看，看看哪些产业正在获得全球的收入，哪些产业呢正在失去竞争的优势。那么回头看这组数据，我觉得最重要的判断就是中国的出口还是很强，但是赚钱的行业主角在换人。过去大家说中国制造，想到的就是衣服、玩具、家具和日用品。
现在越来越多的变成了芯片、汽车、电子设备、AI 硬件和高端制造。中国制造正在从便宜货变成复杂货，从代工变成了产业链，从卖产品变成了输出制造能力。而越往这一层走，中国会赚到更多的附加值，也会遇到更多的贸易摩擦。决定未来资产方向的不是出口总额，而是下一阶段中国靠哪些产业从世界赚钱。我是苏涵，下期见。